这是又梦见小川了。我梦回他们小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真是越想越气。当初我的本意本是想把北宇那臭小子丢给怯懦的小川，让他加以驯服成奴隶，足以历练他。谁成想，驯养的禽兽长大后，居然把主子连皮带馅的拐走了。此仇不报，以后午夜梦回时，我都要气得坐起来扇自己嘴巴子。那你想做什么？钟永济拐走了我大宣的太子，那就赔一个太子来，这才叫礼尚往来。月儿，钟永帝有个儿子叫北冥，你可知？哥，帮我个忙。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。怎么一只猎物也没有啊？嘿，好漂亮的小狐狸！今日你便是我的了。我射到人了！雪，喂，你怎么样了？千万别死啊！我还没死，你要是再不救治，我就真的要失血过多而亡了。你撑住，我马上带你去找御医。哦，那一剑我避开了要害，伤的并不重，可被这小傻子摔了这一下，伤口撕裂，好疼。你怎么样了？都是我不好。好了，你别哭了，我还能撑一会儿。对不起，都怪我笨手笨脚的。果然是个傻子，别哭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可是我射伤了你啊！是我眼睛看不见，没有避开你的剑，不是你的错。公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你别怕，我的侍卫很快就会追上来的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总算退热了，希望你能快点醒来。这是在哪儿？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！你都昏睡了2天了，我好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我这不是醒了吗？别担心，太医说你并未伤及要害，只是失血过多，需要好生休养。我喂你喝药。不必劳烦公子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可以叫我北宁，你眼睛看不见，还是我喂你吧。啊，张嘴。那就麻烦北宁了。是我误伤了你，照顾你是我该做的。是不是呛到了？这小傻子大概从未伺候过人，哨子都戳我嗓子眼了，没呛着，只是这药太苦了。哎，我知道怎么就不苦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不苦了？我爹爹也嫌药苦，每次父皇这么喂他，他就不苦了。真是个小傻子。不苦了，很甜。风止，这是你养的狐狸吗？那天我从猎场带你走，它一路跟着我们。是我养的。我5岁时因为意外眼睛失明，没人愿意和我玩，我就养着它解闷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它是你养的，想抓它才会误伤了你。傻瓜，都说了不是你的错，你不必自责。你喜欢布布，我把它送给你。原来它叫布布啊，好可爱。不过我不能要，它是你从小养着的，对你一定很重要。我喜欢宁宁，宁宁喜欢布布，我愿意割爱，博宁宁一笑。我也喜欢风止，喜欢布布。本以为是很艰难的任务，现在看来很容易。哥，帮我个忙。风止，这是补气血的药膳，
虽然味道怪怪的，我一点也不喜欢喝，但是你失血过多，一定要喝完哟。北宁的一番心意，我自然不会辜负。这味道又腥又苦，宁宁，我可以不喝吗？不可以，必须喝完。我喝完了，可以向宁宁讨要一份奖励吗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要宁宁的亲亲。好了，奖励给你了，你快把剩下的药膳喝完。你放开！我要喘不上气了。你只是坏蛋，欺负我。这不是欺负，我喜欢宁宁才会情不自禁。您不喜欢吗？虽然喘不上气，心跳的好快好快，可是我好像不讨厌。傻宁，风止，这个送给你。是桃花？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早上才开的，昨晚还都是小花苞呢。我闻到的。你好厉害呀！我就闻不出来。太子哥哥还说我是猪鼻子。哼，我虽然闻不出桃花的味道，可我能闻出桃子的味道。宁宁也很厉害啊。凤止，你真可怜啊，这满树桃花灼灼你都看不见，只能闻一闻花香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找到神医治好你的眼睛，让你和我一起看遍春花烂漫。我的眼睛真的能重见光明吗？公子的眼睛要想治愈，唯有一法，需要有人心甘情愿地将眼睛换给我。这个方法10年前我就知道了。听说神医找到了，风止的眼睛有救了。北宁来得正好，让我看看你对我的喜欢到底有多少。怎么治？以眼换眼，须得要人心甘情愿将自己的眼睛给你，换你重见光明。心甘情愿？怎么会有人心甘情愿地把眼睛给我呢？罢了，我已经瞎了这么多年，早已习惯，不治了。可惜不能看到我喜欢人长什么模样了。我想让风止的眼睛重见光明，想让他看见我。可是如果我把眼睛给了风止，我就看不见了。我不想当瞎子，不想以后都看不见父皇，看不见爹爹和哥哥，还有风止。宁宁这几日怎么都心不在焉的？这满园春色入不了你的眼了？这满园春色我看了几十年，却都是看腻了。可风止他却看不到。你在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唉，宁宁长大了，有心事都不愿意跟哥哥分享了。哥哥，如果哥嫂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你会把你的眼睛给他吗？呸呸呸！你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小川的眼睛好着呢，不许咒他。哥，我说的是如果。如果啊，小川是我死生挚爱，别说是一双眼睛，哪怕是为他付出生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哥哥真的很喜欢哥嫂呢，我也很喜欢风止。他嘴上说习惯了，不治了，可我听得出来他很想治的。他养了10几年的布布都愿意送给我，我也愿意把眼睛给他，一只眼睛也能看得很清楚。我给风止一只眼睛，这样我们都不用当瞎子了。小殿下喝了这杯麻沸汤，这样换眼过程中便感知不到疼痛了。风止，以后我的眼就是你的眼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我们会携手一起看桃花盛开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恭喜阁主重获光明。宁宁，风止，风止，我在的。快让人点火，点火！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好黑，我好害怕。对不起，
娘娘，对不起。风芷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？对不起，娘娘。换眼是因为一些不可控的意外，你的眼睛也失明了。对不起，娘娘，要不是为了我，你也不会。对不起。那你呢？现在能看见了吗？神医说麻沸汤对人脑伤害过大，所以要等时间恢复。等恢复好后，我就让神医把眼睛换回来给你。真好，风芷，你可以看见了。娘娘，以后我做你的眼，与你一生一世不分离。风芷，你抱得太紧了，我快喘不过气。娘娘，我不值得，不值得。值得的，风芷值得这世间一切美好。风芷，小殿下，您睡醒了？风芷呢？快说！半夜时，圣上就让人把风公子抓去下大狱去了。小殿下，您别急。父皇，父皇，爹爹，我要风芷，你让父皇把风芷放出来。绝无可能，他明知你痴傻天真，还虚情假意接近你，以你动情，骗走你一双眼睛，朕绝不会轻饶了他。是我自愿把眼睛给他的，他没有骗我，父皇，求你放过他。北林，来人，立刻去天牢，让人脱去风芷所有衣物，用刺条狠狠抽打50鞭。宁儿，你父皇是真的气狠了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他是不会放过风芷的，将要选择和他一起回大轩。爹爹，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。爹爹，是宁儿不孝，等以后父皇气消了，我会带风芷回来看望你们的。快走吧，你父皇这会儿估计已经知道风芷不见，等他大人赶来，你们就走不了了。杀！宁儿，希望他不会辜负你的一片赤诚真心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做得很好。哼，仲永拐走我大宣前太子，我大宣今日拐了仲永帝亲子，不亏，不亏。哈哈哈哈哈！侄儿想要什么奖赏啊？侄儿，侄儿，能为君分忧，是风芷的荣幸。即日起，封风芷为庆亲王，赐府邸，封地。大哥此去仲永，真可谓是一箭双雕啊！不仅完成了陛下交代的任务，自此平步青云，还治好了眼睛。我只想知道，陛下会怎样处置北宁？他再怎么说，也是仲永帝的儿子，父皇不会拿他怎么样。况且如今他双目失明，想来余生也只能在大哥你的王府里度过了，不是吗？大哥快回吧，还有人在等着你呢。阿芷，娘娘，芷，你回来了。可是想我了。很想很想你。对不起，娘娘，因为刚回到京都，很多事情需要打点，所以有点忙。我以后会尽可能的都陪着娘娘的，好不好？我都知道的，我会安静的，乖乖等你回来。阿芷，我是柔儿啊。是了，这声音我怎么会听不出来呢？在身处黑暗的10几年里，就是这个声音一直鼓励着我，才让我没有自暴自弃。也是他利用丞相之女的身份，帮我创建了暗杀组织密阁。他是温柔，是我的青梅竹马柔儿。娘娘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件急事没处理，你乖乖吃饭，我忙完就回来陪你。你尽管去忙吧，我会乖乖的。其实微光有些亮，偶然已经是早晨了。偶然在
昨晚只回来过吗？公子，王爷昨夜到现在一直未归。不，他说等他忙完就会陪我了。我理解的，他现在一定在忙着解决所有事，这样他就能抽出时间陪着我了。距离上次王爷回府过去多少天了？公子，已过了5日了。竟已过了5日，这眼睛看不见后，好像连时间都静止了。不管何时何地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有一片黑暗。而这样的日子，风止他经过了10几年，好在他现在终于不用过这般难熬的日子了。可我呢？以后的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永无止境的黑暗。风止，你在哪儿？我怕黑，我怕黑。听说王爷这段时间没回府，都是在陪着丞相家的嫡女温大小姐呢。哎呦，可不是，昨日王爷还陪温小姐东湖泛舟呢，结果温小姐不小心失足掉进湖里，王爷立刻跳水救人。如今大庭广众之下，两人就有了肌肤之亲了，怕是好事近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那咱们王府的这位，那到时候身份岂不是尴尬死了？一夜雨滂沱，一滴泪垂。公子，王爷回府了。我回来了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忙完了？还有些事没处理完，不过不着急。年年可是因为我这几日都没回来陪你而生气了。是有点生气的。你就算再忙，难道每日回来看我1丝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吗？是我疏忽了，我就是心里着急，恨不得把所有事赶紧处理完，然后能轻轻松松的回来和你在一起。那我就不生气了。王爷这段时间没回府，都是在陪着丞相家的嫡女温大小姐呢。这段时间你忙，肯定没有好好休息。我让人烧水，你先沐浴，然后好好睡一觉。芷，你干嘛？宁宁，这几日我是真的很想很想。这几日风止一直留在王府陪我，寸步不离。我能感受到他的小心翼翼。我突然觉得那日听见下人们的议论，或许是不是一个误会？我应该开诚布公地和他聊一下，不该随便听信别人的3言2语就不相信他。王爷，不好了，温小姐她从马上摔下来了。芷，风止。海风夹杂着水手气味。听说了吗？王爷昨日上丞相府提亲去了呢。王爷啊，还向圣上申请了赐婚，所以现在全京都的人谁不知道呀？嘘，咱府里这位肯定还不知道，王爷交代过的，不许他离开王府，更不能让他听到外面的任何消息。公子，你醒了，可要喝口茶。我要见王爷，我要见风止，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他，或者让他马上来见我。好的，公子，奴现在叫人去找王爷过来。您别乱动，别伤着了，奴去就回。宁宁，你求皇上给你和丞相之女赐婚了。宁宁这是吃醋了。风止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傻瓜，我当然不会这样对你。我和他的赐婚只是权宜之计。你是不是因为少了一婚，痴傻的我最是好骗，会相信你这些鬼话？宁宁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爱的人只有你。只是太子如今根基不稳，我与太子本就是血脉兄弟，一荣俱荣，一允俱允，我不能不帮他。
宁宁，你相信我，真的是太子请求我的，就算我娶了她，我也不会碰她。等过个1年半载，太子打稳根基，我与他就和离，然后带你回封地，厮守一生。真的？真的。王爷，王府里所有下人都已遣退，换了一批干净的哑女哑奴。公子，原来伺候您的小李子因为家里人病了，所以告假2个月。今日起，我另外安排人来照顾公子的日常起居。好的。对了，还请从我的私库里拿出10两银子给小李子，他家里人生病了，少不得要花钱看病。是。你们怎么不说话？巫婆，你有没有觉得今日的王府格外的安静，安静的，好像整个王府只有我一个活人。恨自己是一个哑巴，如何才能告诉他？是谁？宁宁，是我。哥哥。是我。哥哥，真的是你吗？宁宁，是我，真的是我。哥哥，你怎么会来？可是爹爹和父皇发生了什么事？宁宁放心，大伯他们一切都好，哥这次来是来带你回仲永的。风止先是骗走你双眼，如今又背信弃义，与丞相嫡女联姻。你先跟哥回仲永，眼睛日后哥定会帮你要回来。哥，我不走。宁宁，我知道他与丞相之女的事，但他只是形势所迫，他不会蹦他的。等1年半载，太子根基坐稳，他就会提出和离，然后带我回封地，再也不踏入京都。宁宁，他惯会骗人的，这样的鬼话你也要相信吗？我相信他，他不会骗我的。宁宁，我会让你看清楚风止到底是什么样的鬼魅魍魉。哎呦，是哥哥吗？宁宁，是我，楚真一。说吧，那日换眼时，到底是风止的蓄谋已久，还是意外导致我的傻弟弟2个眼睛都没了？其实10年前我就为阁主看过眼睛，他也早已知道，要想重见光明，需有人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眼睛。什么？并且当年温大小姐也提出过要把自己的1只眼睛换给阁主，但是阁主心疼，不忍温小姐受苦，所以坚决拒绝了。他不忍她受苦。哼，宁宁，你可知风止与丞相嫡女温柔本就是青梅竹马，她的眼睛更是5岁时为了保护温柔才瞎了的。宁宁不哭，先跟哥回仲永。你今日受的所有委屈，哥日后都会帮你讨回来。哥，我想亲自问他，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宁宁，哥哥，3日后我会跟你回仲永的。好，3日后哥来带你走。风止，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去找他，我要亲自质问他，到底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吃啥好骗吗？啊！2拜高堂，3。阿芷，怎么了？宁宁，我本以为等不到你来的，毕竟今日是你与温小姐的大喜之日。宁宁，我不娶她了，我错了，我带你走，我跟你回仲永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以前从不曾见你穿红衣，我想你穿西服的样子应该很好看吧？可惜我看不见了。宁宁！
风止，这个送给你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不苦了？风止是坏蛋，欺负我，值得的。风止值得这世间一切美好。真是，若非我带人及时赶到，你还真打算跟他一起跳下去啊？大哥，你糊涂啊！何人竟敢擅闯王府？我们来带他走。哼，这是在大宣，可不是在你们重用，岂是你说了算？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还请让我们带他回故国，落叶归根。我想，这也是他最后的夙愿了。对不起，宁宁，对不起。大哥，你就这样放任他们走吗？就算到了最后，他也没有责怪我一句。可他绝望是真，心灰意冷是真，所以他才会那么决绝地跳下去。我怎会不知他最后的夙愿是回到故国？至少那里都是爱他的人，不像我带给他的，只有欺骗和伤害。能帮你的我都帮了，你若认我这个大哥，就不要对他们出手，让他们带着他平安离开大轩，回到中庸。这些天你都没回王府，和温柔在一起，怎么还这般颓废？不高兴啊？我想回啊，想见他，可是又怕见到他。每次看见他的脸，我就会想到自己之所以能看见，都是因为我骗走了他的双眼。于是所有的爱意柔情似乎都不是真的，都不过是我的自欺欺人。哥，振作起来，人生除了儿女情长，更有家国情怀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眼下我刚封太子1年不到，根基不稳，很多老臣都是风百川那边的人。风百川虽然走了，可是风百川那边的宗亲里还有适龄的皇亲当太子。如今我这个新太子上位，若不能将他们收服，只怕后面有变。所以呢，老臣之首，当今丞相温实，如若我们能与他结成姻亲，他不得不站队到我们这边。那你直接去丞相府提亲就是。哥，不是我不愿意自己上，要将你推出去挡事，只是温柔满心满眼的只有你。这些年来，你们虽然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，但私下里温柔对你的情谊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哥，娶她，我做不到。哥，你不会以为我要是没了太子之位，你还能自保吧？不要忘了，我们才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而且你手上如果没有权力，你以为你能保护得了那个叫北宁的重友人吗？到时候他的下场只会比你我更惨。哥，不用很久，1年半载就好。到时候你再提出和离，然后我也会向父皇请封温柔为公主，以安抚温实。反正到时候战队已成事实，温实还能临阵倒戈不成？阿芷，你怎么来了？柔儿，我说过，我很感激在我眼睛看不见的10几年里，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只是我对你从来都是兄妹之情，我以为你也是。5岁时愿意以身护你，也是出于哥哥对妹妹的职责更多。后来不愿意接受你给我换颜，只是觉得当初本就是为了保护你才瞎，结果你又把眼睛给我了，那我岂不是瞎的多此一举？阿芷，我对你的感情并不比那个人少一分，求你不要我！如果你觉得亏欠他，我愿意把我的眼睛还给他，替他还了你的情，如此你就不用再欠他的了。不需要，欠他的我自己会还。你若是执意要嫁给我，我会娶，但其他的我很抱歉，我真的给不了你。你要把眼睛还给他。以前我不明白楚神医为什么说换眼术需要对方的心甘情愿，
是我被贪婪蒙了心，用楚神一家人的安慰逼迫他把宁宁的双眼换给我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偷来的东西总归是不能让人踏实。我本不信这世间会有人真心爱我，是他让我相信我值得这世间所有美好，就算以后没有眼睛，再也看不见，只要他在，他就会做我的那只眼，不离不弃。早在宁儿愿意给风止换眼前，我就算到他有此劫，因此，宁儿，你真的那么喜欢风止，喜欢到愿意把自己的一只眼睛换给他？爹爹，你当年不也为了救父皇而愿意牺牲自己吗？那是因为你父皇值得，可风止他，说是他从一开始就是蓄意接近你，对你的喜欢都是装出来的，你还愿意吗？有怨无悔。爹爹放心，风止他对我是真心的，我能感受得到。宁儿，你知道的，爹爹是巫族大长老，巫族尚巫术卜卦，预知未来。你可知我为你们卜了一卦，结果如何？可是爹爹以前不也说过，卜卦结果并不是既定结局。今日我告知你结果，也是希望最后结局由你自己来选择。若你执意要换眼给他，则会失去双眼。后面你跟随他回到大轩，他重见光明，荣获圣宠，平步青云，另娶美娇娘，而你却要被困于小小一方天地，直到死亡。所以爹爹的意思是，我不应该换眼。如果你选择不换眼，因天生少一魂，早夭之想，你不过20。宁儿不怕，爹爹有破解之法。爹爹，宁儿可以遵从内心所选。若是风止当真如卦象那般辜负你真心，我们全单力竭了，不破不立。到时候爹爹亲自去大轩带你回来，然后再为你招魂聚魄，如此也能补齐你天生少了一魂，逆天改命。我说你怎么还帮着风止带着宁儿逃出大轩？虽说跨过情劫重获新生，可你也忍心让我们宁儿在大轩？但凡有其他办法，我又怎么愿意让宁儿置之死地而后生？别挡着我施法！我这样怎么了？住手！小殿下。哼，一群5大3粗的老爷们，合伙欺负一个人，羞羞脸！回小殿下，此人是大轩俘获，太子殿下特意交代过，每日都要对此人毒打一番，但是不能把人给打死。因为爱是痛快的滋味，明儿，明儿，心扉能抱紧你，不可能！就算这明儿，爹，宁宁，你认识我？竟不认识我了！宁宁她还活着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你倒是说话！你说话！我今天看见她了，你别想骗我！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被困在仲永整整4年，都没能有幸见他一面？为什么今天我却故意让你知道他还活着？是你故意的。5年前，宁宁在你们大轩身死，自此，仲永主动打破之前的停战协议，而向大轩宣战。本太子亲自率兵与你们大轩打了1年，才终于逼得风凌天把你交出来。本来4年前你就该死了的，但我们却留你活到今日，你可知是为何？风止，你今天除了见到了宁宁，还有个4岁的小男孩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想来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老天还真是和你一样瞎呀！就你这样的人，居然也有了后人。5年前，我与叔父带回宁宁后，叔父开祭坛为他招魂聚魄，因祸得福，宁宁天生缺少的一魂因此被补齐，这才逆天改命起死回生。但肚子里的宁宁
却因为宁宁断气太久，出生就有了先天性心疾。出身医术，若是明明5岁前没有血脉至亲为他缓息，他将必死无疑。话已至此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愿意把我的心还给明儿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上次宁宁看见我，眼里毫无波澜。我知道她不认得我了，所以我求你让我再见她最后一面。我保证，我不会与她相认。我只是想最后见她一面，确认她还好好的。我求你了，风止，在你骗取宁宁双眼时，可有料到你今日的下场？若是早知你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，你又是否后悔呢？若是早知我会伤害宁宁至此，我真希望她从未认识我。明日我会让宁宁和明明先喝下吗啡汤，你临死前可以看他们最后一面。对不起。风若有雨飞花叶蓝天，月明是星落成全，风动微卷，明儿，云动雨，情动却是在难解。终于回到所有的宁宁，希望你永远不要想起我，愿你往后每一天都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健康长命百岁。叫我要如何当我的痛模糊了双眼，万千星辰只看你一眼。公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可以叫我北银，我也喜欢风止。心跳的你和我一起看遍春花烂漫。殿下，已将风止的棺木安葬好了。当初宁宁复活后，示意把你忘了，我们便立了个坟，告诉他，孩子的爹早已病逝。这4年来，他时常会带着明明来此祭奠。如今把你安葬在此处，你也能时常看到他们，没有遗憾了。阿爹，你快点！我今天给阿父带了我最喜欢吃的薏米糕，等下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阿父，我和阿爹又来看你了。今天明儿给你带了我最爱吃的薏米糕。大伯说，现在明儿想吃多少薏米糕就吃多少，再也不用怕吃多了，心脏不舒服了。大伯还说，多亏了阿父在天保佑，缠绕明儿多年的心疾才能不药而愈。阿爹的眼睛也彻底恢复。阿父，明儿真的好想你，你今晚能不能托梦给明儿？明儿真的很想见你一面。阿父，等过几日我和阿爹又来看你。阿父再见，请今晚托梦给我。眼放乱，琴声断，月光悠悠，一生牵挂，只剩梦一场。阿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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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还是你第一次入我的梦，为什么之前4年你都不愿意托梦给明儿呢？阿父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看见你的脸呢？阿父，阿父，阿父，真的是你！明儿，你能看见我？原来阿父你长这样的。
是命太短，英年早逝了。外公说阿爹还我时经历了死劫，所以我身上阴气重，出生起我就能看见游荡于这个世间的所有魂魄。明儿，你在和谁说话呢？当然是和阿父。他是明儿的父亲，怎么可能？5年前，父皇、爹爹还有哥哥都说他病逝了。我的头好痛。明儿，再见。哥，明明不见了，我让人到处去找了，就是没找到。宁宁，你先别急，你想想还有哪里忘记找了？风雨山。阿父，你在哪儿？你快出来呀！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你出来！明儿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吗？我怕明儿醒来后看不见你，又偷偷跑来找你。哥，你跟我说说我和他的故事吧。你真的想知道？我想他肯定有对不住我和宁宁的地方，不然你和父皇还有爹爹不会讳莫如深。哥哥放心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而且就算他生前如何对不起我们，但人死债消，现在的他已经是一缕孤魂，不会再伤害到我和宁宁了。想握住却只哥哥都告诉我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怎么会没关系呢？像我这样的人渣，你就应该永远痛恨、唾弃。哥哥说温大小姐曾亲自来仲永找过他。对不起，宁宁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我知道你曾经是真的想过要把眼睛还给我，也想过要带我远走高飞，这就足够了。小小殿下，那我们还要去寻仙拜师吗？当然还要去，一定要找到为阿父重塑肉身的办法。书信你留好了吗？走吧。你的意思是，从北市黄金宗主里选一个人，然后送去大宣和亲？风灵天对于小川出走仲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，这才导致后面有了风止这事儿。若是不能让风灵天释怀，只怕小川夹在中间最是为难。如今宁宁与风止也冰释前嫌，仲永与大宣现在是实打实的迎接，那不妨再亲上加亲。太子如今越发成熟，知道考虑全局了。那送谁去大宣和亲？你有什么想法？儿臣主意让北叔叔去。北叔叔，北叔叔到！姑不会碰你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若非两国和亲，你当我稀罕嫁给你这个老大？既是两国和亲，这婚就算是坨屎，你也得给我吃下去。这酒里掺了烈性媚药，我倒要看堂堂大宣太子等下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，摇尾乞怜的像一条狗一样求着我给。
1、2、3，爬过来。